好，带观众朋友关心哦，美国这边已经关门了。好，那我们来看川普的反应哦，他是认为说他们不想关门，他说是民主党想让政府关门，他说他们不希望，但目前有大量的投资进到美国，所以最不希望政府关门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执政党，他认为都是民主党惹的祸啊。好，那现在美国政府停摆，75万人是被迫要放假。但是川普跟国会议员的薪资是照领的。那纽约州这边则是出现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自由女神像是非常非常多人这个观光会去看的地方，但是也因为这个关门，所以火炬呢是暂时会停摆而熄火。所以那个纽约州这边的发言人就说，纽约州不会像之前一样，政府停摆时期还承担自由女神像的开放营运费用。他说这一次的自由女神像火炬就可能会彻底的熄灭。好，这造成的方面就很多嘛，很广。好，那我们看到最新民调，有大概40%的民主党的支持者其实也不赞同。这是纽时的民调说，有65%登记的选民认为，即使民主党诉求未获满足，但也不应该导致政府关门。那其中就包含43%的民主党支持者也都持相同的这个立场。好，美国政府关门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常常发生啦。我们看到上一次的这个有这样状况是在2018年的12月至2019年的2月停摆之后，这一次是又再次的让美国政府关门这个影响的层次跟层级都蛮高的。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是11长假的时间嘛。好，中国大陆这边在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搜寻引擎上面的这个排行榜拿出来发现说，第一天出去旅游的人宜老实，也就大家原本不都认为说，其实我们第一天出门啊，可能会比较不塞，结果大家宜老实，就是都坐在那边啊，或者是呢都开车塞在那边，都没有办法动。那当然也有像是中国假期吸引了世界流量啊，还有鸡排哥什么什么痛苦面具啊，以及这个走失小狗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像是第2名嘛，就是这个车主说已经排到了60多号，花了近4个小时才充上电，都睡一觉了，结果都还没轮到他。那另外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最近很夯的鸡排哥也上榜了。这个鸡排哥他在假期首日痛苦万分的脸，为什么？因为累出了痛苦面具不辜负网友热情，营业到深夜他才休息好，那我们也看到旁边有一位的是他邻近的这个摊商，哇，因为鸡排哥他也赚了不少钱，我们来听一下。破了记录，1000多块钱以上，摆在鸡排哥旁边最好。说实在话，我还没吃过他的鸡排，讲了好几天那个。明天见。好，那我们当然也要看到，就是第9名是这个有走失小狗在厕所门口这个张望着苦苦等主人归来，一等就是8个多小时，应该就真的是最近连假的状况很多人有带宠物出门。那最后看到第10名中国资产强势崛起还有中国资产的全线大涨。好，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因为美国其实他们都有一个论调，就是中国这个崩溃论，但问题是现在您看到11长假，不管是在任何的状况啊，人多啊，或者是经济层次上面，其实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景象所以美国这样的想法恐怕要稍微改观了。好，那中美之间当然还是有贸易战，现在就在比谁的气长。那川普现在也曝露说他要跟习近平来会面。好，那有可能就是在10月底的 APEC 现场那川普是讲到最近他的这个豆农受到伤害啊，说出于谈判原因，中国没有购买美国的大豆。好，他说来帮助他们的农民嘛，希望能够通过关税来赚一些钱来帮助农民。那也说4周后他要跟习近平会面，大豆一定会是主要的话题。那也希望说不要让美国农民失望说有部分的关税会作为大豆农的一些损失补偿。好，所以川普就是要在 APEC 上面跟习近平来说，买我家的大豆好，那美国农民认为这个政府关门其实损失会更大。我们看到路透社报道说，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将使农民获得部分支援款项，那联邦贷款的这个农业的部分拨款也将会被推迟。所以据巴龙周刊的报道，美国农民在对中国出口当中其
其实渐渐失去了市场的竞争力。尤其巴西跟阿根廷的黄豆产业蓬勃发展，也使得美国在全球黄豆市场的优势都是逐渐被清洗的。好，所以川普跟习近平在4周之后的会议势必会谈到大豆，但是中国买不买单也是个问题。好，我们先看到美国政府关门确实蛮多人认为说，哇，现在美国的状况真是一遭又一遭，都不是好代志呢。邱毅委员，美国政府、联邦政府的关门，这不是第一次，过去就常常发生联邦政府关门的情况，但是这一次为什么引起了瞩目？因为上一次的联邦政府关门在7年前，那是川普第一次担任美国的总统，那时候也是因为党派之争，共和党、民主党在整个拨款法案上面没有办法达到一致，所以最后联邦政府关门关了多久呢？关了整整5周35天。那现在又发生了这个问题。当然，很多政治人物嘴巴都讲得很漂亮，我都不希望政府关门，希望能够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的真正作为都是以声明为刍狗，都在玩所谓的 chicken game， 也就是玩火车对撞。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个联邦政府关门的问题，而且为什么会造成比过去更严重的冲击？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党争越来越严重嘛。刚才提到赖清德既分党又分派，分自己人跟不是自己人，那川普不也一样吗？而且可能比赖清德还要更加的严重，因为川普比赖清德还要更加的霸道，更加的独裁。这一次就是因为双方之间有所谓的医疗补助的争议，有所谓的国外援助经费的争议，也有所谓的取缔非法移民的这个执行经费的争议，所以双方之间的拨款法案一直没有办法通过，最后就产生了临时拨款法案。告诉大家最新的结果，在前2天亡羊补牢，共和党提出了临时拨款法案，结果55对45被封杀了。刚刚民主党也提出了临时拨款法案，53对47，一样被共和党封杀了。双方之间杀红眼啊！很多人说这些联邦政府关门只指的是联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门关门，但是我要告诉你，它即使是非核心部门，它仍然影响到的有75万到80万的就业人口啊，它一样会有人会被强制休假，或者如果川普真的来搞裁员的话，把部门裁撤，这就是川普口中讲的不可逆的做法，那就会造成美国整个消费力的下降嘛。主持人刚才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10月1号大陆在放11国庆，消费力井喷，大家看得吓坏了，怎么有这么强大的消费力？可是反过头来，美国呢？美国在10月1号这一天，它的联邦政府停摆，但你说还没有到裁员的阶段呢，那为什么会影响消费呢？道理很简单嘛，每一个人消费是由你未来预期所得决定的。当你预期到未来可能会丢了工作，未来可能会朝不保夕，你的消费行为就趋于保守吧。所以它当然会影响到你最后的消费行为。更重要的是，美国现在的负债已经高达37万亿美元啦，也创了历史新高。所以大家很快的想到，是不是美国的财政出现了不可逆的大问题了？那这一来也会使美元、美债在整个金融商品市场里面，它的避险功能就会大幅度下降。这当然也会影响到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所以这个叫不叫黑天鹅？这个已经不是黑天鹅了，这已经是灰犀牛了。好，感觉有这种连锁反应的，造成后续的后果是非常糟糕的。好，我们接着问介大使。其实最近我看了很多这些社群网站上介绍大陆最近因为11长假
那个各地的人口这个观光客那个拥塞的情形真的是好像每年都如此，然后今年又特别的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电动车它去要充电的时候这个要等很久，有的2个小时，你们这边讲4个小时。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是中国大陆电动车普及化以后又一个新的问题。那么这反映的是什么？反映就是中国大陆真的是改电动车的这个比例真的非常的高。那你知道14、15的时候，中国大陆那个有一个具体的规划，就是它全国要修多少充电桩事实上已经应该算是达标了。可是呢，可能那时候的预估就是中国老百姓换车的这个比例没有那么高，因为今年很多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电动车的销售量跟一般的燃油车已经变成怎么样？一半一半了，也就是去市场去买这个一半是买了就直接买电动车了，所以大陆这个所谓的电动车化的速度非常快。那你也会说大陆这个现在零售业不好，那可是呢，我前几次去大陆我发觉大陆有个新的现象蛮有趣的，就是在那个shopping center 大的商城里面很奇怪，过去里面不是卖服装卖电器餐厅现在里面这个商城里面都在卖汽车。非常多的汽车直接开到商城里面，有的在2楼也有。那你在里面就看到各种这个国产品牌的车很多。那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很多商城他说它的销售不好，我想主要是大陆的电商特别发达，很多人基本上都是电商了，他就是东西就在网上这个平台就买了。所以你今天开实体店，你可能你的去消费者就少很多。那取而代之的那些空出来店面呢，现在都在卖汽车。所以大陆的经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句话它这个购买，而是它的消费的模式跟消费的重点在转型，在转型。那这个说实话，我如果11要我去大陆，我也不去，因为我看了一个例子，他们这个说广东的民众要出来旅行，结果那个广东的这些开车的这些朋友说坐在路旁，因为整个路塞住了。他说我开了12个小时还没有开出广东，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中国人有14亿人都出来旅游的时候，这个现象可能不只是广东所以从这个刚刚这个邱委员讲的话，就是说老百姓口袋里还是有钱，该玩的时候、该消费的时候还是在消费。好，接着问聂教授。好，我先讲一下美国这个政府shut down这个问题美国关门或政府这个机构停摆，其实对我来讲，我会把它看成大事，因为我从很早以前在美国生活10几年，他们从1976年开始有国会程序法案，就在对这件事情非常严谨。大家必须知道，美国的财政年度是10月1号开始，每次发生一定是10月。你看奥巴马的时候一上任，是不是那个 APEC 会议在那个巴厘岛有谁在？习近平，美国去不了，因为他总统 shut down 停摆。我要说的是暂时的啦，也不会那么严重。坦白说，每一次都会，而且是部分停摆。当然，刚刚主持人讲到说，有些人还在领钱，那是因为某些机构预算不够，某些机构够。所以，那这个呢，我说断炊就像门口明明就有火柴，那即便他是借来的，不管啦，现在欠37兆嘛。我今天要烧火柴吃东西，但没有火柴不行，但就两边在门口砍，夫妻说我要带火柴进来，另外说不要，就是说我比较声音大，就不让你火柴进来，就断炊嘛。那11几天以后就烧了。好，这个呢我就把它跳过去。我现在讲中国的状况。那么其实我下礼拜刚好要去南京要带全家去有一个这个重要的金融学年会。那我是这个台湾的理事。我要讲的是中国的确在影像中的确很惨。COVID 之后，我跟大家报告，真的非常惨。我先讲几个最惨的，让人家真的感觉到，你有很多的死城。那些死人怎么来的？跟美国刻住中国脖子有关。很多的所谓的 +1 到别的地方去找地方去生存，从 China 又出去的，包括台湾的各种电子厂商等等的，像苏州或者甚至部分厂，只要那个地方配合了美国出去的那个地方，很多以前台商在的全部就很惨。那个假象，我讲这不能叫假象，真的是有这种问题。还有第二个 ，COVID 之后，虽然他们说要开始提振经济，可是你会出现问题。他们每次在两会开始的时候定5%，基本上很难达到，都是在边缘。其实这5%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惨状。第三个呢，青年失业很严重，可以去看看。第四，我在讲，因为时间关系，我讲房地产，大陆是靠枪杆子金融，最后是城乡互助金融，
最后就是地产金融，靠地产赚钱。现在地产从闭关一直这么惨。不过我现在要讲的景象真的确是他们讲的，可是我跟你讲，不是，中国底气很够。台湾人的薪水是不是很低？基本薪资调不高。台湾的房子打压有没有跌？我跟你讲，台湾人游资很多，有钱过去的台商或外资回来的一堆。中国啊，以前在2001年加 W 只有几百亿外存，是不赚钱。2003年破1000亿，到2000年1兆，2009年2兆，2011年3兆，2014年4兆之后，现在3兆多到快到4兆，它的底气够。我的意思是说，假象在人家看来，哇，大崩溃了。我跟你讲，不是，中国的底气是够，它钱是够的。中国只要方向，他们一直在调整，他们方向也没有错。所以，第一个，中国的资金还有中国的科技，其实在打它的底气。其实不管是不是转型，他们的未来其实是非常有向前冲的力量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持续来关注美国这边哦，因为现在呢，这个川普扬言说政府关门之后，他要火速裁员，而且马上就冻结了16个民主党州的资金哦。白宫就警告说，将在2天之内要裁减联邦工作人员，同时冻结在2024年总统大选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州。很明显嘛，就是要向民主党施压哦，让政府尽快的恢复运作。但现在也是有一个不给民主党搞健保哦，说民主党要求要延长奥巴马健保的补助，那这个措施在2025年的年底要到期。不过共和党的领袖则表示愿意在年底前讨论相关的资金，但是批评民主党人为了自身的政策诉求，让整个政府这个陷入了瘫痪的这个风险当中。那川普也提到了 OMB 的备忘录，强调政府在停摆期间能采取不可逆转的行动。好，那民主党的参议员哦，也是反过来呛瞎嘛，说哦，川普根本是把美国人民当作棋子哦。那现在有更多的联邦机构有公开指责说民主党造成的停摆，所以看出来啊，美国是蛮撕裂的一个国家哦。现在政治极化氛围非常的明显。好，但民主党州是不是也岌岌可危呢？我们先看到川普他现在要出兵对付政敌的部分是纽时报道，他很担心啦。他说现在哦，这个军政的界限相当的模糊哦，甚至哦，现在也说哦，这外敌没有不同，只是更难对付，因为他们不是穿军服，所以哦，应该要保持中立的军方高层也批评了民主党，说从未尊重军人。那现在川普能对抗除了内部的部分之外，还有的就是外部啊。这个中国大陆越来越厉害的话，他现在能对抗他们吗？我们看到中国有雷伊跟东风27的威胁核保护伞，那现在美国的前国防顾问认为应该跟日本共享核武哦。好，那这个核现代化的名义下哦，特别重点增强的就是中程弹道飞弹。这个射程虽然没有办法到美国本土，但是可能可以覆盖日本与关岛，所以这个美国的前国防顾问哦就蛮担心的。而且他说都是针对亚洲主要的目标进行高精度攻击的武器哦，所以真的是要提防。那还有北京现在抢先部署的是陆版精穹的防御系统。那他们担心的当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战争的冲突嘛。那专案科学家则说，虽然这个系统在早期开发的阶段，但是它能够同时监控从世上任何地方朝中国发射的上千枚的飞弹，所以中国大陆这边是有一些防范的措施的。那我们也看到邻近国家菲律宾发生了6.9的强震，有至少是69人死亡哦。那因为它是浅层地震，所以您可以看到一些画面出现嘛，这个桥梁这个断裂的非常厉害哦，而且有一支网络影像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桥梁剧烈的摇晃，摩托车骑士也赶紧的汽车跑到了桥边来进行避难。那还有从电视的这个店家的监视器画面当中也看到，地震发生时哦，就店员哦赶快的躲到桌下，那下一秒这墙面就开始崩裂掉落了。好，那我们知道菲律宾其实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就是在亚太地区，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呢没有派人来救援菲律宾。
兵啦。好，那所以很多人说美国感觉只在乎抗中哦，对于这件事情，这一次是比较没有来进行前线支援的。好，那我们看到了民主党跟川普之间真的是大战起来了。我们先问邱毅委员，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川普确确实实在制造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对立，在撕裂美国。大家看看9月30号，赫格塞斯召集了全世界近800个高级将领到弗吉尼亚州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里去开会，最主要的就是川普要去演讲，要去训话。川普面对了那800位高级军事将领，他讲的是什么？他在70分钟里面，他讲的就是告诉你啊，现在美国最大的敌人啊，就在哪里？就在国内啊。而他指的是哪里？他指的就是民主党啊。他甚至在演讲中直接批判奥巴马，直接批判拜登，他把民主党当成万恶不赦的敌人。美国总统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是如此的去撕裂美国的。他把他过去基于各种理由，不管是处理移民的问题、打击犯罪的问题，或者处理洪灾的问题、山火的问题，他用军事的介入的方式去进入了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芝加哥，他把它视为应该的，他认为这是对的。可是这些城市偏偏都是民主党执政的州里面的重点城市，而他基本上他就讲啊，这些州为什么出问题？因为他们有一个很烂的州长。这个城市为什么出问题？因为他有一个很烂的市长。那偏偏那个烂的州长、烂的市长都是民主党。你有这样子既分党又分派又分自己人跟不是自己人的总统吗？所以有人说嘛，9月30号他在烽火戏诸侯，我认为他就是在烽火戏军头嘛。美国的内战会不会被川普引爆？我就很担心，因为火车对撞的结果，最怕就到最后失控嘛。另外的，菲律宾重要的问题不是天灾，菲律宾最棘手的问题是人祸。现在菲律宾从马尼拉往外20几个城市，民众都在抗议。抗议什么？抗议他们有一笔1万亿披手的防洪治水的预算，经费拨了，钱不知道去哪里了。结果呢，工程在哪里？不见踪影，被谁贪污了？现在在台面上，大家指责的是众议院的议长，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小马可仕，总统小马可仕的表弟。所以小马可仕有没有参与其间？现在菲律宾的人民把箭头指向小马可仕，而国际刑事法院好像在今天也已经批准杜特地可以临时释放，而且有第三国愿意收留他，所以杜特地要回来了，沙拉也要回来了，跟小马可仕之间的对决马上要出现了，这个才是菲律宾最严重的问题。好，接着问介大使。其实最近啊，川普的一些，包括他前2天对8000名美军的这个全球的将就800名啊，800名啊，他做的这个演讲，还有再往前2天啊，他发表一篇文章，很短一篇文章，他说他已经要派兵进入啊，派军队进入到 Oregon， 就是说奥勒冈州的这个 Portland 这个城市里面去。那这些他的用语都非常的恐怖啊！我先讲他去这个 Portland 啊，派兵的，他那个文章里讲，他说啊，他已经决定啊，派 troop 不是什么啊 National Guard 啊，他的 troop 就是军队，把军队啊派到哪里呢？派到被战争蹂躏的波特兰市 Oregon Portland， 他已经用 war 用被战争蹂躏的这个，那是被谁引起的战争呢？他说被美国的国内的恐怖分子们所引发一场战争。
然后他说这些恐怖分子呢，他就直接叫一个组织叫 Antifa。Antifa 是什么一个组织呢？就是美国的反法西斯联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联盟组织，它是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可是他们过去从这个所谓的黑命贵时代，就一直在波特兰跟这些极右翼的人进行街头打斗，已经打了很多年了。那这些人呢，被川普直接认为是美国的国内的恐怖分子。那他前2天跟这个海外的这些将领讲话的时候，他又讲说。他说：“我们美国已经被侵略了。”他用 invade 就是侵略，被谁侵略呢？从内部侵略。from within， 我们已经被这内部的敌人侵略了。你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你们这些军人以后不要待在海外了，你要这个所谓的防止美国被侵略，然后打败美国的敌人。然后呢，你应该回国，因为他已经告诉你的，你们军人的敌人就是这些 Antifa。这个简直是把国内的内争用军队来处理了。你知道国内通常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你最后很多军人讲，这不是我的事这个是警政单位的事地方治安的事你有美国各地方的警力，对不对？你也有 FBI。你还了不起？你还有什么？你可以用国民军我们这个是正规作战部队准备打国际战争的。你现在把我调回来，所以我今天看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政治评论员痛批川普，他说他完全已经精神失常了。讲这种话的总统，他说他完全已经丧失了他当总统他应该有的扮演的一个角色，而且他的判断。跟他的心智他认为他有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内部的稳定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不过他有一点，他也说，他说这2个人这个表演呢，在这么多有经验的美国的将领里面来这些将领会更认为这个包括他的国防部长 Hexas 还有川普本人都是怎么样，都是问题人物。不能真正可以相信的。好，接下来聂教授。好这个无法扮演好总统角色的，这个可能不止他，现在世界好几个了。好，你想想我们所身处的地方。我先讲一下但是他有一个地方很称职，标准商人，狂妄自行的大商人。刚好我刚讲1976年开始国会程序开始在审预算，10月底10月开始了。刚好7年前2018年底发生 shutdown， 现在隔了7年，他刚好利用机会。知道有一种人叫做利用各种机会达成利己目的的，甚至损人利己的，就叫机会主义者。他就是趁此马上大裁员其实对他来讲，我不想下当，其实是好机会16个这个民主党州的大裁员，卡掉你的资金，聪不聪明？好，这个就是他上任特性那当总不总统能不能当，有没有称职，我就不管那个。第二个重点是，现在呢，他们对中国所做的各种军武，他们的确是太害怕。所以你讲雷金1，金雷1，它是一个核导弹，是一个空基的远程核导弹，这个会让他们担心的，因为它有这样的实力也会。第二，当然东风从15，我们当时6区军是东风15，东风11是响尾蛇到东风25、27，这些有核实力的，这会让他们吓到。可是我也必须讲一下，核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当2战之后的，我们讲全球这个联合国里面有5大安理国，这5个安理事国呢各有核人，美、英、法。这3个一组，到现在还是联盟了不管这个英法是不是完全配合美国。另外2个俄国、中国，现在还有一个是外面一个小弟，小也能靠核武自称的，叫 NK 嘛，北韩。现在来了，当然印巴有战争，印度不管占中立或者巴基斯坦也比较靠中国，这个美国会担心。还有一个美国必须要照顾他的儿子，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也算有是8+1的那个。现在重点来了，他先讲出一句我不能接受的话。2战之后，战败国德国没有核武，日本没有核武，日本是被限缩武器，你是只能做 National Guard 防御部队，你防御部队现在做的太强，都可以攻击，都已经不对了。他现在说我们要联合共享核武，叫日本来跟我们一起再重新战核。当然，现在离2战之后的确是很远，但是美国这种所谓的利用它，不管是民主联盟或它的其他小弟的方式，完全违背世界规则这种做法，我实在看不下去。不过我先讲一下。
中国其实不管它军武有多厉害，你看它的飞弹现在空对空的像霹雳啊，地对地的东风各种系列啊，甚至地对空的红旗等等，现在它所有的飞弹进出的时候，美国不下到是怪的，更可怕是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它自传就算11艘航母，尼米兹号有10种哈，它从那个 VCK 的这个68到79号，到第79号是福特号，就算你再强都已经老旧。说实在，中国是一艘一艘出来，不管是山东辽宁是比较所谓的过去的这个模式，但第3号就不一样，电子弹射就已经超过你想象，第4号也要即将出来，5、6再出来，这就是川普担心的说，为什么一天以前可以造1艘船，现在1年造不造1艘？你 You see China， 中国现在1年造几百艘，是我们300多倍造船量。这个东西是看我们讲 timeline， 从过去、现在与未来，过去的中国真的很落后，不能看。可是现在在比拟的时候，我跟你讲，此消彼长，他们那个线哈，就跟经济、跟外存底所有东西都一样 ，GDP 也一样，都这样直线上缩。所以当美国还慢慢甚至停摆哦，甚至不成长哦。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史界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聂简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大家还是很关心哦，在花莲这边光复乡的灾情，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呢已经有了这个提高层级了。好，但大家觉得说，怎么好像有一点分别心啊？因为呢，对比7月的这个风灾，也就是台风这个过境之后，可能有一些状况，因为我们看到花莲救灾6天才派大将进驻，但是台南豪雨赖清德是隔天就指定心腹来压阵。好，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个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发生溢流嘛，所以有中央当天是派出的是经济部次长赖建信担任这个指挥的协调官，但是7天过后9月30号才改由政务委员前陆军中将纪连成出任总协调官。好，所以还有这个李梦燕担任的是副指挥官。不过回头一看，我们到7月28号这一天，南部不是发生豪雨吗？29号也就是隔天，赖总统马上就指定了这个陈金德他的心腹成立了云嘉南前进指挥所。那30号指挥所就进驻到了台南。很多人说，比起赖总统的这个本命区花莲，一直是到1周之后被骂翻天，才由政务委员来接手。那为何南部跟花莲的待遇不同呢？是南部为民进党的票仓，但花莲是傅崐萁的地盘，而有分别心吗？还是中央误判情势？那无论是哪一种那苍生何辜应该是要这个政府统一次来看人民才对。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连假我们涌入了10万人救灾嘛，那这个数据没有官方，不过大家是这样预估啦。那赖总统呢，赖党主席也感谢产子超人所以他就讲说不分党派团结出力。好，对比刚刚一轮说的这个花莲在7天过后才有政务委员下去。好，那在这个7月台南的部分则是隔天，那怎么是不分党派呢？其实就还是有一点分别心嘛。好，这个对比蛮强烈的。好了，罗智强就认为说，赖总统现在面临少数总统的困境，联合政府确实是一个解方，但是赖清德完全没有想要方法或是精神，对国会对抗的做法也没改变，说跟在野党领袖会面也不见橄榄枝，所以就是要继续走对抗的路线。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呢，赖总统有在对这个美国的部分有一些这个折冲，还有一些协调。好，最大的部分就是农产品了。好，我们看到他有说嘛，这个农产品跟美方要买一些东西进来嘛，那他是说有助于提升粮食安全。好，这句话如果懂一点这个战略概念的人就会觉得怪怪的。好，郭正亮就说了，好，赖清德这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说开放美国农产品明明就是会冲击台湾本土的农产品市场，但是赖都不讲话。那在这些农产品当中，最严重的应该就是牛肉，因为进口这么多牛肉，一定会冲击到我们台湾的猪肉市场。好，那现在也看到了，大家就说，这对比起来，赖清德闹的国际笑话还蛮特别的之前不是曾经讲过吗？说这个台海归功安倍，安倍晋三还促成了这个 AUKUS 或五眼联盟，所以大家就说了，这样对比起来，赖总统在国际上面或者是外交战略的上面，可能还要再
多补点席哦，这个幕僚要多给他一些不同的资讯。好，那现在也要看到是台积电啊，这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很重要。但是川普是明着在抢吗？现在台美半导体合作说在进化哦，美国希望能够提供土地来建立一个科学园区。说这一次这个郑丽君到美国谈判里头就有讲到说，美国是初步同意要提供个土地，然后要建立一个台湾模式的园区，打造完整的半导体供应链的生态系统。但是这个新进度呢，到底如何？其实，在中午的时候，郑丽君就有出来开记者会。好，不过他讲的没有到很大的细节，他只有特别讲到台湾模式，还有也讲到说他们不同意晶片55分，说他们从未做出55分的承诺，不会去答应这样的条件，我们绝对会审慎以对。好，算是有踩刹车啦，但是后续到底要如何，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折冲上面的结果。但是政大金融系的教授认为说，我方拒绝55分，但美国大言不惭的构想，无疑就是露出了一个真面目。那美方亮出刀来，台湾还不尽速的善用技术领先来作为谈判筹码，讨价还价，还抱持着这个天真的态度，以为医美就可以获得军事上的保护。他认为绝对会被美国持续压迫，而且榨取到一滴不剩，最后再丢包。好，那当然，现在台湾如果跟中国大陆真的发生了冲突，有没有可能美国来救援呢？我们先看到这个图哦，这图其实呢就是这个朱日和训练基地哦，有所谓在内蒙古自治区哦，说这个解放军在这边有建一个台湾的这个形态。好，我们之前看到有模拟总统府、模拟外交部，最新出现的是有模拟司法院的新建筑哦，而且跟模拟总统府之间还透过一条全长280公尺的地下通道相连。好，日本智库这边就说了，这个设施的存在显示着中国军方正以更接近实在的方式，在演练针对台湾领导层的斩首作战行动。那解放军到底会不会无预警的来突袭台湾呢？美国专家认为几乎不可能啦，但是如果北京是有意要实施一些惩罚性的打击，就有可能在毫无警讯之下直接对台湾发射飞弹或是空袭。那美国国防部这边当然有规划说，如果印太这边发生了冲突，他们这边要怎么样来进行后给跟这个补给，或者是怎么样来进行协防。但是我们看到这时间点跟这个人数，我说30天动员5万的后备海军，说现在这个中国对于台湾的企图很明显，如果印太地区爆发的话，可能就是动员这样的人力。但是30天，好，30天还要多久？有办法吗？30天只是动员哦，还不是真的出发，所以这个恐怕也没有办法靠别人，我们就是得靠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好，那我们看到了花莲这部分大家都很心疼。不过现在有人认为跟台南相比，赖总统有分别心。我们先问邱毅委员。赖清德这个人度量很狭窄，非常会记仇。他其实就是一个标标准准小肚鸡肠的人，他既分党又分派，所以虽然嘴巴讲的不分党派，其实就是既分党又分派。台南发生灾情的时候，他到台南，连林俊宪跟陈亭妃两个都是台南在地的非常优秀的民进党的精英。可是呢，在赖清德的眼中，林俊宪自己人，陈亭妃不是自己人，所以到了台南，大家看到了，他是拉抬林俊宪，贬义陈亭妃，在台南都如此了，到了花莲，那更差别很大了，跟花莲一点关系都没有，对花莲的灾情也没有深入了解，而且完全是一副置身事外样子的沈伯洋。赖清德把他带到花莲去还介绍这就是沈伯洋黑熊的头但是呢，他到了花莲的佛祖街的灾区，带着满脸的阳光笑容，他为什么高兴？他为什么跟这个救难的士兵大家击掌欢呼？理由何在？就是他以为这是对傅昆萁夫妻最好的报复的机会吧，他心里还念之在之
说大罢免怎么会大失败？就是你傅昆萁是罪魁祸首之一，所以利用这次灾情，要好好打击一下傅昆萁夫妻。花莲地检署不是在动了吗？准备用渎职，准备用公共危险这个致人于死的这样的罪名来处理花莲县政府的辛苦的人员吗？而且目标直指傅昆萁的老婆徐榛蔚。而且你想想看，在前进指挥所里面，刚才主持人就已经点到个重点了，在前进指挥所里面设总协调官，台南很快啊，台南就是陈金德啊，陈金德是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主委兼政务委员，他协调各部会。可是你到了花莲7天以后，才有一个能够跨部会指挥的纪连成担任总协调官，而在过去有一个经济部的次长来负责协调。我请问你，一个经济部的次长，你怎么协调国军？你怎么协调一大堆的产值大队的义工？所以基本上从这里就看出了赖清德的大小眼嘛。好，最后我强调一下，主持人刚才点到非常重要的重点，大陆内蒙的朱日和本来就是解放军非常重要的训练中心，而在朱日和的训练中心里面有一个模拟台湾的总统府，但是这一次演习又多了一个模拟的台湾的司法院，而且更妙的是，司法院跟总统府之间还有一条280米的地下通道连结。这什么意思啊？他意思告诉你啊，台湾司法不公啊，司法迫害啊，司法追杀啊，用司法来对付政敌啊。而司法受谁指挥？他就是透过地下通道，总统府在指挥，也就是赖清德用他的政治黑手在指挥着司法追杀，在对付政敌。好，接着问谢大使。其实这一次这个花莲的灾害啊，其实应该是让台湾这个所有社会啊，不分党派啊，不分男女老幼，大家团结起来救灾啊，把我们被这个大罢免被撕裂的这个情感跟这个社会，把它重新把它弥补起来，让台湾是一个整体，大家一起怎么一条心，为了这个好我们台湾老百姓的一个灾难啊，大家一条心来怎么样来协助解决灾后的这些救灾的问题。可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绿色媒体对这个事情那个报道的方向完全是在抓战犯，他一直在找说这个事情到底谁要负责，然后呢，报道的全部是灾区的负面的，而且都剑指的就是当地的这个花莲政府。这个不但沈伯洋去了发了很多就表示现场很混乱都没有很多事情都没有人做，很多产值大军去了以后也拿不到便当这个便当这个都分发的不好。然后呢，这些上面交下去的资源物资比如说那个运沙的独轮车斗放在仓库里面都没有人领。然后还有人去发觉说，哇，那个县政府去开会的时候，那个会场说那一台咖啡机就要花80万买，结果后来发觉是台糖公司的会议室，不是县政府。可是就去了一群人去做这些事情，那这个干嘛呢？是在这个借着台湾人民的灾害来怎么来搞政治斗争吗？来做党派斗争吗？这个我想这些人也不是他无缘无故跑去了，比如说八炯干嘛跑去？比如沈伯洋干嘛跑去？对啊，还有一大堆绿色的这些绿系的这些在过去在大罢免时代活跃于各街头人，怎么都跑到那边去了？那这个上面有人指示嘛？上面有人指示他才会去去了没有做好事，然后呢就在那边挑毛病，找什么见缝插针。我觉得这就跟过去这个赖清德上台以后我觉得他一直在做一件事，他运用他的这个黑熊部队沈伯洋八炯台湾闽南郎这些人他在干嘛？他在台湾的内部里面在塑造出敌人。我们台湾人都是只有一个群体，可他塑造出台湾人内部有敌人，然后呢他要制造对立，
要这2个力量对立起来，要对尤其黑熊部这些青鸟呢，对这一些他所塑造的敌人产生一种仇恨。这种仇恨呢，最后怎么讲，就引起纠纷，最后引起冲突。那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台湾人内部自相残杀，然后社会动荡。这是一个作为一个领导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也好，社会领导人，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吗？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了非常担忧，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台湾社会要走上团结和谐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好，接着问聂教授。对，刚才介大使不是讲到吗？真的是不分党派团结出力。不过我也是这样觉得，应该不分党派团结出力。我相信大部分人民也是这样认为。可是这出自赖清德口中，怪怪的。那因为刚才就有讲到啊，我想他讲的话不分党派，我觉得听听就好。而且我觉得还真的不分党派，他不是分党派，他是分自己人与否嘛。所以刚才就讲得很清楚啊，林俊也非自己人，陈亭妃非自己人，还自己人是不是自己人才是重要，党派真的不用分。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听就好哈。当然，刚刚介老师讲这个，我也是要加强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在任何时刻，你的思维就是政治思维，没有民生思维，民生不一定是经济，包括现在他们的生存利益都出问题的时候，你这个思维都不在，你做的任何动作，我觉得真的，我用可怕来形容。所以刚刚讲敌人，的确制造敌人，要不然怎么会有杂质呢？有很多人现在都属于杂质类，那不就是敌人吗？所以我这一方面，我真的是觉得政治人物，我觉得真的你要把政治思维想到转一下。我觉得人不可以这样子，像有很多像刚刚讲到嘉兰，你就这么的努力去配合，那花东你就不管了，我觉得就算了。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当你有些事情能力不足的时候，真的要不分党派，因为太多有才有志士的人都在别的党派中，你真的应该是大家合作，一起同心协力。但我觉得你如果专制独断，你不觉得有吗？就这种感觉的话，你觉得怎么办？所以当一个我们讲领导人心胸不开，难为大事，就这样子，我就 ending 到这。我第二个要讲，刚刚有一个重要议题啊，55分这个事情的确是很大的事情。不管你讲这个话，你要不要去做到最后 end up 这个真的假设我讲结论，真的55分，台湾就完了。你真的把台湾的东西全部弄到美国去，我跟你讲，美国可以利用你的地方变少了。我告诉你，你变成他重要筹码。他筹码自己有了，台湾这个筹码以前很重要，你自己想看，川普1.0版说台湾是他的比肩要夺大陆，他还是可以夺，他就已经不这么重要了嘛，因为你已经不太是比肩。第二，我保护你要交保护费，你到底有没有交够？他也讲了很多次，还讲晶片是我们是偷来的，我们什么时候偷你的东西啊？当时从孙运璇、吕国鼎还请了一个南京出身张仲文来这边，最后开了台湾记忆电路在1987年，搞了这个台湾几十年的整个产业构建这么完整，是偷的吗？我重点就是，当你真的用各种手段让台湾去，当然我们现在拒绝，还先拒绝之外，你还要来一个什么赴美国成立什么科学园区啊？不要想了，好不好？你到美国赴科学园区，我跟你讲，我真的要讲2个字，你知道医美还是要医美？我们这么医美吗？你到那边做科学研究，我跟你讲，当你的东西过去，台湾它的筹码变成什么？跟大陆交换条件帮你卖了，所以最后卖台不是台湾任何人，是美国，对啊，美国可能就会把台湾卖给。当台湾没有筹码，而他们筹码都在他们手里的时候，就卖台了给了我们的对岸。这时候我们的台湾就知道未来就很窘境就出现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